Hello，大家好。疫情爆发以来，由于远程办公、史上最低的利率，再加上房源少、需求量大，推动了整个加拿大房产市场的销售活动。根据加拿大房地产协会的数据，2020年房产交易量达到创纪录的55万1千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疫情，加拿大的房地产卖家非常稀少，当时经济前景不明朗，大家都卧房惜售。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加拿大房地产协会的数据显示，尽管在冬季创纪录的销售活动中，房产市场仍然供应不足，但是进入2月份以后，新上市的房源速度却超过了房产销售的速度。这很可能是越来越多的卖家，他们正准备利用今年春季的传统旺季来高位套现，因此房源供应不足的压力正在减弱。上市房源与销售比率是房地产业界用来衡量买家与卖家比率的方法之一。这个数据能帮助我们分析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当这一比率比较低的时候，意味着房源库存增多，供应量更充足；但如果这一比率比较高，则意味着房源库存减少，表明需求增加。如果这一比率超过60%，这样的房产市场就会被认为是卖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预计房价可能会上涨。如果这一比率低于40%，这样的房产市场就是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预计房价会下跌。如果这一比率维持在40%到60%之间，这样的房产市场就会被认为供求关系相对平衡，房价也相对比较稳定。如果要分析一个房产市场的发展趋势，仅仅看上市房源销售比率显然是不够的，还要看这一比率的变化速度。如果上市房源销售比率迅速下降，即使这一比率非常高，市场可能更像一个买方市场；如果上市房源销售比率快速上涨，即使这一比率比较低，这样的市场则更像是卖方市场。加拿大上个月的卖家增长速度快于买家的增长速度。尽管上市房源与销售比率在全国范围内仍然很高，但是已经开始大幅下降了。加拿大2月新上市房屋与销售比率已经降至 84%， 环比下降 7.2个百分点。2月份有3个市场的库存比率超过 100%， 这意味着这3个地区库存量在减少。虽然这看起来很糟糕，但是比1月份10个市场的比率超过了 100%， 已经大大改善了。尽管现在的情况是供求关系仍然紧张，但是更多的卖家正在快速进入市场。加拿大有7个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增长速度超过了房源上市的速度，也就是上市房源销售比率有所上升，这意味着需求增长快于房源增长。其中萨斯卡通的上市房源销售比率增速最快，2月份达到了 69.5%， 比1个月前上升 10.5个百分点。温尼伯紧随其后，上市房源销售比率为 90%， 比1个月前上升 5.4个百分点。弗雷泽谷排名第3，上市房源销售比率为 87.8%， 比1个月前上升 5.2个百分点。尽管加拿大大多数房地产市场房源销售比率都上涨了，但一些房地产市场却出现了大幅下跌。比如魁北克省的三河市在2月份创下了最大跌幅，环比下降 40.1个百分点，达到 82.3%。蒙特利尔下降了 35.9个百分点，以 91.5% 的比率紧随其后。哈密尔顿下降了 25.6个百分点，以 80.5% 的比率名列第3。尽管这3个市场的上市房源销售比率仍然很高，但他们在1个月前都在 100% 以上，这表明这3个地区的房产市场正在快速发生变化。与其他市场相比，加拿大2个最大的房产市场却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大多伦多地区2月份的上市房源销售比率降至 72.8%， 较上个月下降 10.5个百分点。大温哥华地区上市房源的销售比率攀升至 76%， 同比上升了 4.5个百分点。这表明多伦多的供求压力已经开始缓解，而温哥华的供求压力稍有增加。多伦多和温哥华2个市场正在向着不同的方向变化。从趋势来看，尽管部分地区的房产市场仍然供应不足，
但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最近，加拿大6大银行的分析师预计，加拿大央行可能最早于下月减少债券购买，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表明加拿大经济已经不需要太多的帮助措施。由于对经济的乐观情绪，使加拿大5年期债券的收益率飙升，加拿大5年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已经开始上升，利率持续上升的压力很大。现在房产市场的传统春季旺季已经到来，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房产卖家正在快速进入房产市场，挂牌房源数量也正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在多伦多这样的地方，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未来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买家，留给卖家高位套现的时间不多了，冲啊！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